对于养肾呢，很多人都感觉到很苦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首先呀，大家要记住呢，少做2件事。第一个，喝水太少。生活中啊，总有一些人等自己口渴了才想起喝水。如果喝水太少，会给肾脏增加负担，不利于肾脏健康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。第二个，憋尿。有的人啊，有尿意了不去厕所，而选择憋尿。那长期憋尿呢，会损伤膀胱，也会影响肾脏健康。所以大家呢，不要经常的憋尿。那想要养肾，还可以多用2物泡水喝。黑枸杞，俗话说黑色入肾，那枸杞呢含有的营养物质具有滋养肝肾的作用，所以呢，经常用黑枸杞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提高肾脏功能，改善肾虚的情况。鹿茸呢有补充肾气、提高肾功能的作用。那经常用鹿茸泡水喝，有助身体的排毒，给肾脏呢减轻负担，也能够帮助养生。寿命长的女性通常3处会发软，若你都占了，恭喜容易长寿。第一处，四肢柔软。当人上了年纪后，身体机能开始下降，体内钙质会流失，这样就容易出现四肢僵硬无力的情况。相反，如果女性四肢还很柔软，说明体内微量元素充足，有利于身体健康，也容易长寿。第二处，血管柔软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血管会开始老化变硬，这样呢很容易导致血管堵塞以及血栓形成，对寿命呢也有影响。但如果血管还非常有弹性，并且是软的，这样对长寿也有帮助。那想要保护血管，可以常喝一些苦荞茶，有助软化血管，养护血管健康。第三处，脖子柔软。很多女性啊，经常久坐不动，或者呢低头玩手机，这样很容易呢引起颈椎疼痛、脖子僵硬，导致血液流通不畅，使人啊出现脑供血不足的症状。所以，如果脖子保持柔软，对健康长寿也是有帮助的。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，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能长寿，但是长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一般长寿的人常自觉做好3件事，希望你也经常做。第一件，喝水充分。水是生命之源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是离不开水的。经常喝水能够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和排毒，维持身体的正常的代谢，并且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。所以喜欢喝水的人，或许长寿会与你有缘。没事，大家呢也可以喝水时搭配蒲公英根茶和苦荞茶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利哦。第二件，喜欢运动。通常寿命长的人都是比较热爱运动的。运动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减低疾病的患病率，对延长寿命有帮助。大家呢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、游泳等。第三件，饮食合理。合理的饮食也是长寿的关键，少吃油腻、过甜、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多吃蔬菜水果，保持饮食清淡，这样对健康有促进作用，也对长寿有帮助。双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俗话说万病始于脚。所以通过双脚，我们可以判断身体是否健康。若是有3个特征，长寿可能会青睐你哦。第一，双脚温暖。因为脚离心脏比较远，所以血液回流的会比较慢。若是双脚总是发冷，那么就可能是气血不足，血液不畅了。但如果双脚总是温暖的，这也是身体健康的一种表现。第二，脚底红润。如果身体健康、气血充足的话，那么脚底应该是红润光泽的。但如果脚底出现干裂发黄的情况，就要多注意肝胆健康了。平时养肝，建议大家呢可以喝点菊花茶或者是蒲公英根茶，有很好的清肝降火、养肝明目的功效。第三，脚趾很粗壮。通常情况下，脚趾粗壮、脚部厚实的人，说明气血充足，身体素质很好，这样的人很容易长寿。如果你也是，那就恭喜了。通常寿命比较长的人都有一些共同之处，就是有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作息也很规律。除此之外，身上还常有2种气。第一种，大气。俗话说有舍才有得，对于有大气气质的人，不会因为一时得失而耿耿于怀，也不会钻牛角尖，这样的人心态会很平和，也有利于气血充沛，对身体健康有益，相对来说呢也容易长寿。第二种，静气。俗话说惊则气乱，恐则气下，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能少些心慌气乱，多些静气，这样的人气血也会更加的平和，有利于气血运行，对健康长寿有帮助。
大家平时呢可以通过文学，比如琴棋书画来培养自己的静气。所以寿命较长的人，我们从他们身上也能够找到大气和静气的特征。若你也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。那建议大家呀，还可以常喝点养生茶，比如呢菊花茶、绿茶、苦荞茶等，有助延长寿命。温馨提示：想要长寿并不简单，要通过合理的调养身体，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并且长期坚持，才可能会获得长寿哦。长寿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长寿的因素呢有很多，比如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、基因等等。其实有些寿命较长的人身上会有一些相同的特征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肺活量大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肺活量都是比较大的，跑步、爬楼梯也不会气喘吁吁。但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心肺功能会下降，这时运动后就可能会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情况。所以，如果你的肺活量还很大的话，说明身体还年轻，也比较健康，容易长寿。耳朵大，都说耳朵大有福，其实耳朵和肾脏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如果耳朵大的话，说明肾气充足，那么身体素质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。所以呢，耳朵大的人身体也比较健康。如果肾不好，建议大家可以常吃点黑枸杞，有补益肾气、养肾护肾的作用。那如果上面两个特征你都有，那么长寿可能会青睐你哦。长寿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。但想要长寿也并不简单，通常寿命长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特征，比如下面这两个地方会比较通，你站得越多，或许越容易长寿。血管比较通，血管是我们的重要管道，如果堵塞了，势必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想要身体健康长寿，首先要保证血管通畅。平时保护血管要注意饮食，多进行运动，多吃一些可以疏通血管的食物，这样有助血管保持通畅。肠道比较通，俗话说肠道常清，百病不生，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如果肠道通畅，那么就可以减少体内毒素滞留，对健康有帮助，也有利于长寿。如果想要肠道通畅，平时呢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食物，比如新鲜的水果、蔬菜、菌类等，这样能够加快肠道蠕动，有助肠道的健康。血管就像我们家里的自来水管一样，也会老化堵塞。那我们平时该如何保养血管呢？可以呢经常常用散物泡水喝，对预防血栓有帮助。山楂，山楂是非常有营养的一种食物，山楂中含有黄酮类物质和三萜酸，具有净化血液、疏通血管的功效。经常用山楂泡水喝，能够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，预防血栓形成。苦丁茶，苦丁茶是生活中经常会喝到的一种茶。苦丁茶中含有苦丁皂苷，具有软化血管、清理血管垃圾的作用，所以经常喝一些苦丁茶也能够帮助保养血管、预防血栓。葛根，葛根对女性来说非常有好处，能帮助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。除此之外，葛根中含有黄酮类物质和葛根素，具有扩张血管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。那没事用葛根泡水喝，让血栓慢慢减少，身体更健康。多吃蔬菜对身体好，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这样说。虽然蔬菜中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但是有一些蔬菜本身还有一些毒素，最好煮熟吃才行。第一种，豆角。豆角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，但是豆角中含有皂素和植物血凝素，如果没有煮熟的话，很容易使人出现呕吐、恶心等情况，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将它煮熟。第二种，木耳。木耳也是经常会吃到的食物，木耳中含有一种叫做卟啉类的对光线敏感的物质，这种物质一般很难被化解，如果吃了很容易使人出现疼痛、皮肤瘙痒等情况，所以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水发后煮熟了才能吃。第三种，新鲜的黄花菜。黄花菜营养丰富，但是黄花菜中含有一种秋水仙碱，这种物质本身是没有毒的，但是经过肠胃的吸收之后，就会被氧化成为二秋水仙碱，这时就会有很大的毒性，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也一定要煮熟了之后才能吃。失眠是件很讨厌的事，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真的太痛苦了。如果经常这样休息不好，势必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土方法，或能帮你缓解哦。
这个方法就是用灯心草泡水喝。灯心草很多人可能不熟悉，其实它经常长在水旁、田野边等潮湿的地方。它呢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，有清热安神、利水通淋、清肺降火的作用，对心烦、多梦、睡不着有很好的效果。所以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经常用灯心草泡水喝。除了泡水，还可以用灯心草做枕头，那晚上枕着睡觉也有安神、缓解失眠的功效。对于失眠的人，除了灯心草，经常用洛神花、陈皮、桂圆、红枣等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改善失眠哦。得了，就报告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